云游中国，带你走进中国城市南京篇。同学们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中国的首都是北京。其实，在中国还有一座城市，它的名字里也有一个“京”字。你知道这是哪座城市吗？没错，是南京。从古到今，南京有过30多个名字：金陵、健康、应天、天津等等。请你查一查南京的别称，翻转课堂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分享。那么，南京到底有什么独特魅力呢？今天我们就跟随小汪老师一起去南京看看。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汪老师。现在我在南京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一条河，这条河被南京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，而且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。小张老师，你知道它叫什么吗？这条河叫秦淮河。唐代有一位诗人叫做杜牧，他曾写下一首非常有名的诗《泊秦淮》，诗名中就包括了这条河的名字。小汪老师，现在秦淮河应该非常热闹吧？没错，这里白天人不多，但是一到晚上就变得非常热闹，很多人都来秦淮河边散步看夜景。而且我发现这里有很多游船，如果坐在船上看秦淮河的夜景，一定美不胜收。所以我也买了一张船票，现在大家就和我一起去夜泊秦淮吧。秦淮河水穿过南京城，它的沿岸也就成了南京城最繁华、最热闹的地方。现在我就在游船上，大家看，河岸两边保留了很多典型的徽派建筑，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古色古香。坐在游船上，可以把沿岸的美景尽收眼底，在灯光的映照下，这些建筑物在河面呈现出倒影，让秦淮河显得更加宁静优美，让人不想离开。其实呢，在古代，秦淮河两岸有很多酒楼，人们会来这里喝酒、游玩、散步，所以古时候的秦淮河两岸也是热闹非凡呢。不过在南京，不仅秦淮河的美景出名，这里的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。提到南京最出名的美食，就一定要说一说鸭子。关于鸭子，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北京烤鸭。其实呀，南京烤鸭比北京烤鸭出现的更早，所以南京烤鸭的历史更久呢。那么正宗的南京烤鸭是什么样的呢？南京人吃烤鸭讲究皮酥肉嫩，肥而不腻。现在我已经买好了一份南京烤鸭，老板告诉我，南京烤鸭一定要蘸着卤汁吃，所以现在我们把卤汁浇到南京烤鸭上。好了，我要倒了。会把它倒上去。现在让我来尝一尝吧。这个鸭子吃起来又嫩又多汁，而且一点儿也不腻。如果你来到南京，也一定要点一份南京烤鸭尝一尝。除了南京烤鸭，南京还有什么美食呢？南京人啊，特别爱吃鸭子，这里有很多用鸭子做的食物。除了烤鸭，南京盐水鸭也特别有名。请你猜一猜，盐水鸭是甜的还是咸的呢？如果你回答咸的，那么恭喜你答对了。在做盐水鸭的时候，要放很多盐，
把鸭子放进水里煮，所以吃起来肉是咸的，皮是软的。南京有一句俚语：3天不吃鸭，走路要打滑。请你猜一猜，南京人为什么这么爱吃鸭子呢？其实呀，有2个主要原因。第一，鸭子多。南京位于中国东部，这里有很多的湖泊和河道，所以养起鸭子来很方便。鸭子越养越多，人们吃鸭子也就越来越频繁了。第二，鸭肉凉。南京气候炎热，尤其是夏天，又热又闷。而鸭肉呢，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属于凉性的食物。人们认为吃鸭肉可以降火，所以鸭子就成了南京人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南京美食是南京3美之一呢。对了，你知道南京3美是哪3个吗？是美景、美食和美物。前2个我们都已经讲过了。至于这第3个美物，请大家看这张图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龙袍，是古代皇帝才能穿的衣服。是的，这件展品叫做织金孔雀羽装花纱龙袍，它是明代皇帝穿的衣服用的布料。但是当时这件龙袍出土的时候，腐烂得很严重。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么华丽的龙袍，是因为一种特殊的纺织技术，它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云锦织造技艺，这也是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。但是为什么云锦织造技艺这么厉害呢？其实从这件龙袍的名字上就能看到，在制作的时候用到了金线、孔雀羽毛，还有蚕丝。这些材料非常稀有，并且制作过程也很复杂。这一件龙袍要使用超过12万根线，一个人一天最多织出5到6厘米。用这样的材料和技术制作出来的云锦非常华丽和昂贵。在明朝和清朝的时候，这种衣服只有皇帝的家族才能使用，所以呀，南京这第3美就是美物云锦。小汪老师，你能带我们去看看其他用云锦技艺做出来的衣服吗？原来是这样，现在我就在中国南京云锦博物馆。这里有200多件通过云锦技艺复制出来的中国丝织文物。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龙袍，还有各种不同样式的云锦，有龙、凤，也有花卉果实，还有表示吉祥的各类图案。云锦还可以做成旗袍和丝绸。明朝的时候，这些丝绸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到了其他国家，成为了中西方贸易的重要货物。感谢小汪老师的介绍。如果你来到南京，不妨也来看一看龙袍，尝一尝南京烤鸭，逛一逛秦淮河。不过南京的美可不仅仅是这3种。关于南京还有哪些传奇故事呢？下一节课我们将跟着小汪老师继续探索。同学们，下课。